关于镇海火箭弹，大家都有所了解吗？它的实际性能又到底如何呢？假如目前的性能表现无法令人满意，未来该如何改进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镇海火箭弹吧。目前，镇海火箭弹最常见的配置是在海巡舰艇上安装6个发射器，每个发射器配备7枚火箭弹，总计42枚。这种火箭弹最早在1972年服役，距今已有52年历史。在战斗机和直升机上，如阿帕奇和眼镜蛇，也经常能见到它的身影。相较于昂贵的地狱火反战车导弹，火箭弹价格便宜，更适合对轻装甲目标或分散的步兵进行快速打击。不过，由于火箭弹并非精确制导武器，在远距离射击时精度较差，因此对中小型目标的精准打击，通常需要依靠多发齐射来实现。根据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设计，镇海火箭弹的有效射程约为5公里，最大射程则可达20公里左右。其火控系统能够综合考虑船体姿态、船速、风速及风向，对移动中的敌方目标进行火力覆盖。但由于缺乏精确制导能力，针对单一目标主要依赖数量，弥补精度不足。镇海火箭弹作为老旧40毫米快炮系统的替代方案，具备热成像和夜视功能，能够全天候作战，与探岸防御火箭系统类似。镇海火箭弹发射器总重量仅1.5吨，可配备多达12具发射器，每具载弹7枚，总共84枚火箭弹，比普通火箭弹系统的火力密集度高出1倍。不过，与传统多管火箭弹相比，其射程和威力都因体积较小而有所限制。值得一提的是，镇海火箭弹采用的是红隼火箭弹，穿身大约为300毫米，打击装甲车不成问题，但对主战坦克只能针对履带进行攻击。从反人员作战角度看，由于口径较小，命中后的杀伤范围远小于海马斯或雷霆2000火箭弹，这意味着想要实现火力覆盖，镇海火箭弹需要依靠大量发射才能弥补其杀伤力不足。镇海火箭弹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价格低廉，它不需要搭载在卡车或装甲车上，而是直接安装在地面固定炮台中。加上红隼火箭弹的大规模生产，整体成本得以进一步压缩。然而，这种固定炮台的设计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目前，全球范围内几乎只有台湾仍在使用固定炮台，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早已证明，任何固定设施在现代战场上几乎都难以生存。即便是机动性较强的轻型装甲车，也经常在无人机的追击下被摧毁。此外，固定炮台很可能在冲突初期就被对方远程火力或空袭摧毁。虽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设计初衷是通过自动遥控炮台提升官兵的生存能力，但如果这种固定炮台无法在战斗中存活下来，其性价比仍然难以令人信服。未来如果希望它能发挥更大作用，必须针对机动性、防护性和生存能力进行改进，否则很难在实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提升滩岸防御火箭弹的战力，甚至成倍增长，其实并非不可能，只要在设计上解决几个关键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机动性问题。固定炮塔虽然在理论上成本较低，但实际上在现代战场中，固定火力点的生存能力非常有限。一旦发起攻击，固定炮塔几乎会在第一波火力覆盖中被摧毁。因此，必须将火箭弹系统整合到具有高机动性的载具上，例如悍马车、云豹装甲车，甚至是未来开发的无人载具。根据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数据，镇海火箭弹炮塔总重约1.5吨，这个重量对于任何轻型装甲车来说都可以轻松承载。如果必要，也可以调整弹药携带数量，将火箭弹减少至75%左右，以换取更高的机动性。只要能快速转换阵地，并避免敌方锁定，就可以大幅提升生存能力。过去，中山科学研究院推出过一款复合式火箭系统，将火箭发射系统直接整合到卡车平台上。这种设计虽然相较于固定炮台更具机动性，但仍存在不少改进空间。例如，该系统缺乏弹药储存空间，难以提供持续火力。另外，卡车改装的车体在防护性上较差，容易受到破片或空袭的威胁。但尽管如此，这种设计依旧比固定炮塔更具生存能力，也为未来类似系统的优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火箭弹的精度与效能。
目前的红隼火箭弹和九头蛇火箭弹属于无导引武器，尽管射程可以达到5公里甚至以上，但实际在超过1公里的距离上，准度已经大幅下降，难以有效命中目标，特别是装甲车辆，即便命中300毫米的穿身，对现代主战坦克正面装甲依然不够，只能勉强瘫痪履带或打击轻装甲目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为火箭弹系统增加导引能力，例如整合 OPCOS 导引套件。该套件可以将无导引火箭弹改造成具备高精准打击能力的武器。OPCOS 的最大射程可达11公里，采用半主动激光导引，命中精度达0.5米。无论是针对轻装甲车辆，还是分散的小规模敌方单位，这种导引火箭弹都能显著提升打击效率。此外，导引火箭弹能够有效减少弹药消耗，不再需要通过密集覆盖来弥补精度不足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作战性价比。为了应对不同的作战需求，未来的火箭弹系统可以结合更多模块化设计，除了对现有系统进行轻量化与机动化改造外，还可以考虑让火箭弹系统支持多种弹药类型，包括反装甲、燃烧、反人员弹头等，适应各种战场环境的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应对登陆滩头的敌方轻装甲和步兵单位，还可以利用导引火箭弹对后方支援车辆或指挥单位实施精确打击。目前复合式火箭系统的设计仍然存在车身过高、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可考虑采用更低矮的设计，以减少被敌方雷达发现的几率。同时，可以为载具增加被动防护措施，例如加装防破片装甲或电子干扰装置，以提高生存能力。此外，在载具中加入无人化操作与远程控制能力，可以进一步降低官兵的作战风险。滩岸防御火箭弹系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设计，而是需要根据现代战场需求进行优化与调整，通过提升机动性、升级导引能力、优化作战配置和加强防护性能，这套系统完全可以蜕变成一种高效、灵活的火力打击平台。在2021年的测试中 ，OPCOS 系统甚至成功利用近炸引信击落了飞行中的无人机。没错，这套系统不仅能用来对地打击，还具备一定的防空能力。说实话，台湾军队目前的无人机防空体系确实存在明显短板，这已经是尽量客观的说法。因为台湾军队在野战防空方面，不仅装备数量不足，储备弹药也严重短缺。举例来说，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单价大约是400万美元，而一架见证者无人机的造价不过5万美元左右。无论是防空导弹还是其他武器系统，击落这些目标的代价却相差无几，这无疑对台湾军队防空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此 ，OPCOS 火箭弹凭借低廉的成本和灵活的作战性能，成为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测试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应对2级和3级无人机目标，比如2级无人机重量在21至55磅之间，飞行高度在1公里以下，常见型号包括美国的 Scan Eagle 或弹簧刀600，而3级无人机重量在1230磅以下，飞行高度可达6公里。像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或者台湾的瑞渊2型，都属于这一类别。虽然 OPCOS 系统无法对抗像彩虹系列这样的大型无人机，但其足以应对低成本、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在经济性和效率之间找到了平衡。在战斗初期 ，OPCOS 系统可以在这一阶段承担一部分防空任务，而在滩头登陆战时，它又能迅速切换到对地作战模式，通过装载穿甲弹头或高爆弹头，对2级战车和轻型装甲目标进行打击。如果一个炮台配备84枚火箭弹，每2发击落一架自杀无人机，那么单个炮台就能消灭多达42架无人机。这种战斗效率是传统的泰安火箭系统难以企及的。在讨论武器装备时，成本效益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传统无制导9头蛇火箭弹的价格约为3000美元，约新台币9万元，而托式反战车导弹的价格高达10万美元，约新台币300万元。相较之下，阿帕西直升机配备的地狱火导弹单枚价格高达15万美元，约新台币450万元，而 OPCOS 系统先进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火箭弹的成本约为2.2万美元，约新台币66万元。虽然托式导弹具有更强的穿甲能力与杀伤力，尤其在对付附属战车时效果显著，
但 UPCOS 系统却展现出显著的射程优势，其射程约为托式导弹的3倍。此外 ，UPCOS 还支持超视距打击，配合无人机或侦察部队远程标定目标，可实现精准火力支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甚至推出了配备 UPCOS 的无人火力支援载具，可在远程支援中提供灵活作战选项，并在必要时切换至防空模式，通过近炸引信有效对抗敌方无人机。对于那些质疑为何不直接采用传统九头蛇火箭弹的人，需要考虑精准度的差异。九头蛇在远距离打击时精准度极差，目标距离超过1公里时，弹着点偏差可能超过10米。这意味着，即使倾泻数十发火箭弹，仍难以有效摧毁敌军的2栖战车。而 UPCOS 凭借93%的命中率，仅需1到2发即可重创目标，且支持移动目标打击。精准导引的火箭弹不仅能显著提升火力打击效率，还能减少每辆火箭车的弹药需求，使其仅需搭载10几发火箭弹即可执行任务。这大幅缩小了火箭车的体积，适配性更广，轻型载具如战术轮车、悍马车，甚至丰田卡车都可装备，进一步实现灵活部署。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方向为无人化作战提供了基础。在现代战场上，生存能力至关重要。无人火箭系统可在地下掩体或建筑内伪装隐藏，必要时快速移动至站位开火，再迅速撤回掩体。即使被摧毁，操控人员也能安然无恙。这种去中心化、分散部署的模式，有效降低了敌方远程打击的毁伤风险。现役的多管火箭系统虽然具备强大的火力覆盖能力，但其固定部署形式使其在敌军2栖登陆阶段极易成为首轮打击目标。若评估认为一旦开战便会被摧毁，那么强大的火力便毫无意义，仅是增加敌方打击目标的数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浪费资源，不如选择低成本的充气式假目标来迷惑敌军。总结而言，配备 UPCOS 的火箭弹以合理的成本弥补了传统火箭弹精准度不足的问题，同时具备对抗无人机及轻装甲目标的灵活性。其更低的成本与更高的 CP 值，使其在反制无人机及2栖战车时成为理想选择。此外，其轻量化与模块化的设计，能够适配多种载具，从固定炮台到机动性强的轻型载具，甚至无人载具，展现了显著的生存能力与战场适应性。这不仅仅是武器技术的升级，更是作战理念的进化。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